周三，东部战区发布消息称，该战区海军某登陆舰大队鲁山舰、玉山舰、蒙山舰组成编队截拦起航，奔赴东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全方位检验部队实战能力。据悉，鲁山舰、玉山舰、蒙山舰均为073A 型登陆运输舰，舰体内为贯通式物舱，车辆储藏空间达444平米，可搭载724型气垫登陆艇。可负担2栖登陆作战、人员物资运输、辅助补给及布雷等多种任务。央视军事周四则发布了万吨大驱南昌舰由训练状态迅速转入战斗状态，赶往某海域为登陆兵力提供火力支援，对敌岸上目标进行精准打击的视频。像这样随机的临时下达由训转战的情况早已成为常态，让每一名官兵都时刻紧绷战备这根弦。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直接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和批评。然而，美方在佩洛西窜台之后，不但不收敛，反而不断倒打一耙，妄称是中方在升级局势，反应过度。助理国务卿康达近日再次颠倒黑白称，中国大陆胁迫台湾或导致误判情况出现。恶意挑衅在先的美国三番五次试图向中国泼脏水，暴露其怎样的心态？来看看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周三在一场电话会议上表示，美国明确地向中国发出对台没有改变的信息，包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以及不支持台湾独立。他补充说，美国每次对话交谈中都向中国传达美国不寻求也不会挑起危机的信息，并称美国的对华沟通渠道仍然畅通。随后，康达话锋一转，倒打一耙，称中国大陆利用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作为改变台海现状的所谓借口，加强对台施压。康达妄称，中国大陆的言行具有严重破坏稳定的能力，并可能导致出现误判情况的风险，进而威胁到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康达借机鼓吹，美国将继续展开例行穿行台湾海峡的任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同一天还声称，北京在军事和经济上向台北施压的力量将加大，预计这些行动将持续数周，而美国已经准备好与台湾共同应对台海风险升高的长期挑战。We are prepared to work with Taiwan, and our support for Taiwan, as it always has been, will be commensurate with the threat that it faces. 美国一直觉得自己是世界警察、世界老大。过去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峡中线的订立实际上是这个给当时的这个台湾当局就说你不要越线太多啊，这个过度刺激这个中国大陆这边。那么所以说，他当时主要是限制这个台湾当局的这么一个中线。但是现在呢，双方的实力呢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逆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就露出他要帮这个台湾当局的这个面目了啊，以维护他在世界上的这种霸权啊。但是呢，这个他始终要记住，这个中国的命运呢是由中国人民来决定的啊，这个绝对不允许他来指手画脚。美国海军第7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周二在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合作与训练演习开幕式时放话说，美国不能对解放军近期大规模的锁岛军事演训视而不见，还妄称解放军飞越台湾上空向国际水域发射导弹是不负责任的。他还无端将台海局势和南海强行关联，妄称如果你不挑战它会成为下一个军事常态，就像南海的岛屿现在变成了军事前哨。事实上，美方不仅无权在台湾问题这一中国内政问题上说三道四，更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据美国动力网站战区栏目周二披露，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乔恩·希尔最近提供了在高度战略性的关岛建立大幅升级的防空反导系统进展情况的新细节，并声称这些新的防御系统主要针对所谓中国升级的威胁。导弹防御局和美国陆军目前在关岛提供有限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防御系统，包括萨德系统以及配备以色列制造的铁穹系统的试验型部队。报道称，关岛是美国关键的空中和海军设施所在地，目前其军事基础设施正在大幅扩张，部分原因是为了更好地作为该地区海军陆战队的出发基地。同时，这里也将成为印太地区任何大规模战斗的主要目标。而在关岛上部署新的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是在整个亚太地区威慑中国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不过，时事评论员朱江明向深圳卫视分析指出，美国在亚太的种种秀肌肉行为反而暴露了其战略焦虑。
这个美国呢又一直以来要表现出这个我要维护航行自由，或者说我要这个怎么穿越台湾海峡之类的。甚至乎呢，他也觉得这个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导弹能力越来越强啊，这个关岛也受到威胁，所以他必须呢要做出一种姿态，就是说我不怕你这个导弹啊，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区域拒止能力呢，实际上我也有办法去应对，所以他就要不断的展示他的这个反导能力啊，这个秀一下他的肌肉啊，显示出我不怕你。这么一个态度，那就足以说明呢，他内心还是有所担心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政府与蔡当局同步宣布将启动所谓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我注意到啊，美方对启动谈判的这个官宣呢是相当重视的。那除了贸易谈判副代表比安奇周三发布声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他呢也在当天举办简报会向媒体吹风，甚至啊此前一周，美国国安会的印太事务专员坎贝尔他呢也在白宫就所谓启动谈判做了预告。当然了，坎贝尔他的这一个预告啊，他是作为美方所谓针对中方涉台海过度反应的抗压手段来鼓吹的。那么对此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做出了严厉回应，指责坎贝尔所言完全是强盗逻辑和强权做派。所以啊，就此而言呢，美方推进与台当局经贸谈判，这是跨部门的一个系统行为。就其根本呢，是美方所谓台湾牌在经贸领域的延续与深化，是坎贝尔口口声声的所谓对台支持的手段之一。那么对于蔡当局呢，就是所谓强化构建以美谋独经济纽带的关键手。之前啊，蔡当局已经多次高调表态要加入拜登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协议安排。那么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动机，但是呢，台方的这个动议啊，后来被美方排除了。那么就美方与台当局的这个声明来看，谈判推进由美国在台协会和蔡当局驻美机构来具体承担，后者的负责人啊，正是刚刚被大陆认定为台独顽固分子，并且实施全面制裁的萧美琴。那这样看来呢，萧美琴她的以美谋独的这个黑料恶行还会拉出新的单子。那么双方的声明也都确认，谈判涉及11个领域，包括农业、数字产业、中小企业、环境标准等等。但是呢，其中最核心也是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有关芯片产业的可能安排。那么更具体的是关乎占据全球芯片产业链顶端位置的明星企业台积电。此前啊，美方甚至有一种奇葩论调，一旦大陆推进武统，那么美方需要出手摧毁台积电，以免它落入到大陆的手中。事实上呢，美方目前也正在强推四方芯片联盟，在全力的拉拢台积电。今天，国台办、商务部、外交部发言人对所谓谈判明确表态，坚决反对。那么，您预判中方有哪些反制措施？中方的这个立场非常明确，也是一以贯之的，坚决反对中国台湾地区与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机构洽商任何具有主权意涵或官方性质的协议。那么此前呢，美方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协议谈判，为什么不敢纳入中国台湾呢？还不是因为这个协议安排它的主权意涵太明显，初始参与方呢都是主权国家。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就美方与台当局即将开启的所谓贸易谈判，它的指向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今天啊，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的报道标题就特别强调，美国与蔡当局开启所谓贸易谈判也会盯着大陆，所谓 with eye on Beijing。 为什么要盯着大陆呢？因为谈判双方都在扬言要解决国企以及非市场行为与政策带来的所谓扭曲与损害。那么这明显就是冲着中国大陆来的。台方的贸谈代表邓正中向台媒的这个叫嚣呢，就更加直白了。邓就扬言和美方谈判主题之一就是所谓抗拒中方的经济胁迫。他甚至妄言中方的胁迫对象不仅有美台，还有很多的经济体，由此带来的经济与贸易伤害很大。我认为啊，这是蔡当局推进对美贸易谈判的所谓杀招所在。一方面要投美方所好，构建更广域的联系纽带，
一方面呢，也是幻想构建更大的同盟，或者至少是争取所谓的国际舆论支持。《华盛顿邮报》今天的报道已经预期，谈判启动可能会迎来中方进一步的反制，所谓 further retaliation from Beijing。那么，如果邓正中继续一意孤行，挑动经贸对抗，他一定也会像萧美琴那样，沦为大陆高压制裁的台独顽固分子。中国台湾是美国的第8大贸易伙伴，而台湾产品的最大市场到底在哪里呢？外界有目共睹。蔡当局幻想以其有限市场和资本来以小博大，来撬动谋独的杠杆，只会一次次陷入到所谓的莱猪困境。美国不就是一次次胁迫着蔡当局来进口美方的莱猪制品吗？至于美方有人扬言武统时不惜摧毁台积电，那更是邓正中、萧美琴们他们不敢直视的毁灭式的胁迫了。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扬言将继续支持台湾，中方持续加力对台施压，会引发误判风险。您对此说如何看？那么康达昨天在媒体简报会的论调和之前坎贝尔的表态完全是一个调门。一方面指责大陆方面反应过度，甚至抛出所谓的改变台海现状、威胁和胁迫台湾的这个指责；另一方面呢，又声称继续强化对台的支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助理国务卿他也强调，美方所谓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美方利用与中方的每一次的谈话机会，都在强调不寻求也不挑动一场危机。那么美方与北京的沟通渠道是保持畅通的。对于美国高官的涉台表态，其实在我看来最到位、最具杀伤力的批评，来自美国战略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刚刚过完99岁生日的基辛格。那这位世纪老人呢，上周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就警告，美方甚至对自己的最终目标毫无认知，就在部分是美方自找的一些个关键问题上，滑向与俄罗斯以及中国同步开战的边缘。那么基辛格为此就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缺少目标，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当下情绪在做应激性的这种反应。那么反过来看的话，如果美国外交政策继续被所谓当下的情绪支配，那么美方打台湾牌必然也将会延续，甚至力度与深度还将会升级。那么这意味着中美在台海的强硬对话与战略博弈仍然将会加力持续。但是呢，中国国委及外长王毅也已经摊开了中方的底牌。他在和部分亚非国家驻日内瓦的使节视频会晤时呢，就强调，针对美方在台海问题上的每一次挑衅，中方都必然会做出正当而且必要的反应。所以对于中美博弈台海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